来，走啊，走，走一个。你看你现在双机位也可以了。最后的冲刺。你们下来给我打个设备的。肯定可以的，我是最菜的。哦，还好只有100米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月4号星期四清晨6点05，看我在哪儿？我在秋叶原电器街，我们就叫它电器街吧。第一次来这儿是2015年，后来就不怎么来这儿了，因为确实我也没什么可买的。我不是这种手办模型的那种爱好者也。这家是个 DIY 的店，电脑 DIY 的店。我这两天还是在琢磨，是不是家里弄一个 PC， 兼做 NAS 和渲染，玩人工智能什么的。主要的考虑就是这边的电费比较贵，这边一度电差不多要2块多人民币。这要是弄个上千瓦的主机，1个小时1度电。所以目前看起来，我的 M 系列芯片的苹果还是挺省电的。转一圈还是去皇居跑步，就给大家看看。可能大家除了要赶飞机什么的，没见过清晨的这儿。我一点都不熟悉这儿，确实也没什么可看的，都黑着，不开灯。昨天下午在代丹木公园，大家有关注我 Strava 的，看到我一个2公里多的断断续续的跑步。昨天又见了，庆功从国内来看和拍摄香根一传的小伙伴们，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拍摄了，拍了个小访谈，还有拍了拍跑步的画面。此处有花絮。我挺高兴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们看前面，我们掉头吧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拍过跑步的画面，就别人拍我，跟大家聊过，家属拍不了，家属跟不上我，然后骑车的话也跟不上我。要是只骑车玩命骑，速度能跟上，但是我拍不了。不过现在这个 Osmo Pocket 3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然后昨天家属还跟人家学说，怎么能在不跑的情况下拍我跑步还能拍的时间长一点。这隔行如隔山，昨天跟人家请教好多问题。今天咱们边跑边闲聊，我看小伙伴想让我分享拍摄的心得，因为最近不是增加了设备嘛 ，Osmo Pocket 3，对吧？是有些小心得，因为已经拍了好几天了。而且这2天都是密集的拍摄。昨天我跟对方的摄影师聊，我说：“哎，这东西挺有意思，这东西拿在手里一开机，嘴停不下来。”我就跟大家分享关于这种跑动中拍摄我的一些观点和经验。今天2条腿特别累。大腿小腿都是酸疼的，走路走多了这2天，而且这2天有点亢奋造成的。睡得少，前天睡了5个小时多，昨天睡了7个小时多，所以今天轻松跑。
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是来自 Osmo Pocket 3。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来一个左右双画面。左边是 Insta360 Go 3，戴在帽子上，是戴在帽子后边那个调松紧的那儿，然后把帽子转过来，帽檐朝后。因为大家想，如果加在帽檐上，帽檐本身会也有不稳的因素。然后呢，屏幕右边，你们看一下，是这样，看见了吗？是我手持一个 Osmo Pocket 3，大概在我右胸的位置，就这样端着，不摆臂，完全不摆臂那种。对，你们还能听见手表在响。现在这句话的声音呢，来自 Insta360 Go 3。现在这句话的声音呢，来自 Osmo Pocket 3，各自都是第3代的产品。好啊，之后的声音都是来自 Osmo Pocket 3。那今天时间晚一些，跑步的人多了，而且今天开始上班了，通勤的人也多了。昨天我说的不对，这儿还是有骑车的，因为之前来这儿跑都是白天。我也没办法，你看边上这条路应该只有骑车的。好，双击拍摄结束，我要把 Osmo Pocket 3关掉了。我今天早上回了一个小伙伴的评论，就说这两天是用 Osmo 拍的吗？我说是，有什么不方便吗？有一点点不方便。第一天拍完回家，第二天早上胳膊酸了，因为有点较劲不放松。这两天稍微好一些了，它确实是有个东西，你看我就这么拿着，看了吗？也不轻呢，主要我每天跑的时间长，距离也长。我要是每天就跑10公里，其实拿什么都无所谓。所以我目前的观点是，如果您是主业是跑步视频的创作，想拍的效果更好、更稳当，然后指着这个要做出一番成就、大成就的，可能 Go 3不适合您，因为大家也能看到，确实画面质量，因为它硬件差距在那儿摆着，价格差距也在那儿摆着，对吧？它不是一个东西的，就不是一个品类的比较。我记得我刚把 Insta360 Go 那时候还是第2代放在帽子上拍摄的时候，我觉得可稳了画面，因为其实客观的说，它应该只有我落地这一下，就是有一个硬着陆，会颠一下，尤其是天黑有路灯的时候，灯会比较明显，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的物理防抖的手段，完全没有，就是靠软件还有我的操作还有摸索。这个相机适合什么呢？适合我这样，就是我还是要训练，尽量不影响训练，因为大多数日常的常规跑，我现在头上戴一个小相机，手里拿一个这个，我的判断是都是可持续并且没有问题的。如果是强度课，要分哪种？像我就举我们每周3强度课不同的课表来跟大家分析。如果是6公里的阈值跑，没问题，就还是现在这样也没问题。
如果是321那种，最后一个1，可能拿着这个相机的重量会有影响。如果是5个1公里，一开始没事儿，到最后2组可能也要放下它，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你最后的那5%的强度，而有时候拉起最后那5%的强度，可能对您这次训练带来的价值要超过70%到80%，我个人理解啊。所以这就是我分析的定位。我觉得如果您跟我的需求一样，真的不妨可以考虑买一个这个记录生活也挺好的。这条路刚才我跑第一圈的时候有风还不小，现在就都是 Insta 360的画面跟声音。东京真的不一样，都是高楼大厦，大阪跟这儿完全不一样。我今天中午1点坐车回，我前面人穿的北京半程马拉松，哎呦，我哥，哎呦，您好，认识我？可以的呀。可以啊，刚来，我开着机呢，您介意吗？没事。那我先把这个关了，换一个手持的啊，小伙伴们。好哎，嘿嘿嘿，小伙伴们看，我远远看到北京半程马拉松的外衣。哎，抱歉，怎么会有长袖的呢？是志愿者啊，了不起。对，我有印象，那年都是黄颜色的，是哪一年？今年是全黄的了。啊，今年的。今年用的是去年的那什么储备。哦，我得把人脸追踪关掉，要不然他老追着我。多拍拍小伙伴。今天打算跑多少？今天先6分，顺一顺。哦，我说打算跑多远？10公里。10公里，可以，一圈正好5公里。那我们一起跑一圈。好的，这从哪儿来的？哎呦，我从悉尼。悉尼来的啊？悉尼。澳大利亚，我知道悉尼来的。对，这边是北京。我哥可以，志愿者了不起。我其实也想当一次，还没有机会。就行吧，小伙伴们，这么着，一会儿再跟大家聊啊。哎呀，小伙伴们看我们碰到了谁？强风吹拂，偶像。哎呀，我关注你好久了。偶像，太厉害了！我昨天跟他们说，2800多公里一年，怎么跑这么快的？他2800全都是强度。Hello， 张宇。Hello。要不着急的话，稍微等个15分钟。不着急。熊娟跟那个棉花爸有。哦，太好了，我见到他们了那天。刚好一起。是半路碰到的，我在后面跑，一看老哥，北京半程马拉松，我说可以。拿他做招牌来勾引波哥底下。我跟你们跑半圈，我现在已经跑了18公里了，差不多。哎呀，无意中碰到的。因为我想着你可能会比较早。嗨，对，我马上就结束了，18公里了，我已经18了。我半路碰到了这2位来看比赛的。我们要不拍张合影，然后咱们开跑呗？好啊。走呗。走。第一天跑在这里跑步的时候，然后遇到有一位很严肃的那个女性跑者，然后她一直跑在后面，然后那个这样子会小，让我往左边去。然后不要。我拿手机拍摄辛苦，给大家贴过来啊，看看，嘿，有点意思哈。看各位，遇到了偶像啊！400的名字真的是400的时候起的吧？是还没到400的时候起的。我看你那半马成绩吓坏我了，全马成绩也吓坏我了。
第一次见面那天我说我朋友圈给您回，我说到7点给你发消息，到7点我就给忙忘了，全是人。是的。今天我看到你们合影，我们正好在路的对面。哦。后来去了那个拐弯口那个视角拍了一个起跑出发的。可以可以。因为我就在他们那个拉拉队的位置看了半天。对，拉拉队特别有意思。对，像广播体操的那种。对。很有精神那种。还往起扔，往起把人扔起来的，后来。很有感染力。我们这样子也没有。小伙伴们，这个小相机就是角度太小了，拍不了那么大。238的女子大神。我们今天就有一个骑车，我说骑车就是北京半程马拉松。有点像哎，你看这马。来，走啊，走，走一个。你看你现在双机位可以了。最后的冲刺。你们3个都打着设备的。我还把你们抽了。肯定可以的，我是最菜的。设备就是菜呀。哦。还好只有100米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很高兴认识各位。我们刚才跑到英田门那儿，看到有3位黑衣男子，一个人举着一个设备在拍摄，有手机，有运动相机。之后我仔细一看，看着都眼熟，都在电视上见过。然后我再仔细一看，认出来了。刚才和3位大神冲这个坡，还是挺带劲的。不期而遇的小惊喜，是不是？这次东京行的核心就是不期而遇的小惊喜。刚才和400聊天，他说这次来看箱根比较大的收获是您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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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碰到观众了，小伙伴们，您介意吗？我家录像？不介意，感谢您，您是从哪来的？我在东京，在东京生活。对，您怎么称呼？您给我发。我姓袁。您好。你好，我把手套摘了。下次找你玩。把手套摘一点，抱歉。很高兴认识您。你好。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吗？您介意吗？可以。哇，我这正好微信2维码开着，我刚碰到好多从国内来的人。对，乌贼他们是吧？对。但是我没带手机，我都得回去才能通过你。好，没关系。感谢您。加油跑。我这就回酒店，我们今天中午回大阪。就回去了啊。对。好，玩得开心。大阪城见。来跑大阪马拉松吗？今天没报名。行，来旅行一定跟我说，好吗？袁先生对吧？我姓李。您好，老哥好，不是了不起。好，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又遇到了频道的小伙伴，在东京生活的华人，看上去都是我的前辈。对，这个词选得好。大家不是说老哥，不说老吗？前辈都是前辈。刚才400说看了箱根以后的怎么说呢？的感想是，如果他跑量再增加还能突破，他再突破得多了不起，得多快呀！因为我之前看他发了个朋友圈，2023年跑了2800多公里。哎呀，我是羡慕嫉妒，但是不恨，太厉害了。
2800公里跑到这个成绩。他说看香根这些学生们1天3练，有的时候我1天2练就顶不住了。我1天2练的时候就力量训练就完全搁置了，就那几天。后来我也在调整。其实我们生活都是在不断的调整，只是说马拉松的调整太费时间了。你可能意识过来的时候已经几个月，或者说发现的时候，展现出影响的时候已经几个月了。行吧，那今天话题就先停了，先不跟大家说派车设备了，我们就草草结束。我赶紧往酒店跑，家属等着我吃早饭。一会儿我们训练之后再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嘿，小伙伴们，1月4号星期四，清晨8点11了，训练结束。今天断断续续跑了23公里，今天那么累，还跑这么长，但是挺开心，而且一点都不觉得疲劳。就是最后一圈在黄居天亮以后碰到了3波，哦不对，应该是4波小伙伴。第一波是那位穿北京半马志愿者衣服的老哥。前辈，之后呢是还有那位一起的悉尼来的小伙说报名了悉尼马拉松今年的，之后是第2波是碰到了410和沈无贼他们在一起跑步的那些人，大多数我其实没有请教人家姓名，抱歉了。之后第3波应该他们约在一起的，就是那天见的清宫的小伙伴们，全马238的女子大神对吧？熊娟，还有棉花爸爸。第4波是跟大家分开以后，我往酒店跑，又碰到一位在东京生活居住的华人老哥，华人前辈。啊，受宠若惊，受宠若惊。大家都是早上起来，不管快慢长短，都在跑步，挺不错的。那边就是秋叶原上面街，我早上起来先往那边跑来了，兜了一圈，回来的时候还险些迷路了，刚才转错路口。行吧，那今天片子应该挺长的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我们一起加油干，回去收拾收拾，吃早饭，退房回大阪。我们努力冬训，大家加油干，咱们明儿见。